刘某和王某在人行道上一前一后同向而行，刘某在前边边走边接电话，期间突然转身往回走，与迎面而来的王某撞在了一起。兄弟，我们去青岛，快跑！今天我们来谈一件看起来很小，却可能影响深远的事。山东青岛一个普通的路口，两位路人相撞，一位大妈摔骨折，法院判了另一位路人赔7万元。乍一听没什么特别的，但就是这样一起小案子，却在网上炸开了锅。为什么？因为它让很多人想起了另一个名字——彭宇案。那是2006年夏天，南京一位年轻人彭宇扶起了一位摔倒的大妈，最后被起诉，被判赔偿。而法官在判决书中写下了那句流传千古的名言：如果不是你撞的，你为什么要扶？自此之后，老人摔倒了要不要扶的问题成了全民的道德困境。人人心里都知道扶是对的，可人人又怕被讹，怕好心办坏事。青岛这起案子非常像彭宇案的翻版，一个人正常的走路被一个人突然转身的大妈撞上，然后因为没有保持安全的距离被判赔7万元。这事儿啊，让人寒心的不只是钱，更是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不公。那么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来聊聊3个问题：这起案子为什么会引起公愤？它和彭宇案之间的代际诅咒是什么？我们该怎样面对一个越来越不信任彼此的社会？我们先从案情说起。60岁的大妈刘大妈在大马路上边打电话边走路。你好啊！不知道为什么，她突然一个180度的急转身，与身后正常行走的王先生相撞。这一撞导致刘大妈摔倒在地。王先生一看大妈倒在地上了，处于本能的反应，赶紧上前去搀扶，好心的又将大妈送去了医院，生怕出什么大事情。到了医院可就傻眼了，没想到这一撞，被撞的王先生倒是没啥事，年纪轻，身体壮，体格好，而大妈直接撞成了右股骨颈创伤性骨折，鉴定为10级伤残。这大妈的家属啊，一看到鉴定结果，气得不打一处来，提出要王先生赔偿18.8万元的医疗费用。面对这巨额赔偿款，王先生觉得非常冤枉，自己走在大马路上也没招谁，也没惹谁，怎么就碰上这档子事呢？被人撞了还要赔钱，真的是太荒唐了。这躺在医院里的大妈呢，从头到尾也没有为王先生说过一句辩解的话。这事儿啊传开来以后，有网友就说了：我现在算是看明白了，趁年轻该吃吃，该喝喝，该玩玩，等老了挣钱就容易了。有的网友还表示：还有这种赛道？我现在就让我那老血山的爷爷出门营业去。大妈的家属眼看着王先生不愿意赔偿，双方一直为此争论个喋喋不休，索性就将王先生告上了法庭。在这件事上，我觉得刘大妈的家属除了恶人先告状以外，真的是吃相也太难看。法院呢，在调取了监控视频，显示王先生并没有快走、奔跑或者玩手机，他只是正常的前行，而大妈转身的动作非常的突然，而且还没有预兆。但是就算是如此，法院还是认为王先生为与前方行人保持安全距离。前面有个大爷，以后走路得保持安全距离啊。因此负次要责任，需要向刘大妈赔偿7万元。这句话听起来好像有点合理，但我们不妨换个问法：在人行道上，
两人一前一后走路，如果突然被前方行人撞上，我是说前方的行人，后方的行人被前方的行人撞上，后面的人究竟为啥要负责？是我们每走一步都得设想一下，前面那人会不会突然转身朝你扑上来吗？王某正常行走，怎么可能预防这样的突发情况呢？难道这年头老年人挣钱都这么容易了吗？真的是不用买社保，老了来青岛，一步一回头，城里买栋楼。不用买社保，老了来青岛，一步一回头，城里买栋楼。不用买社保，老了来青岛，一步一回头，城里买栋楼。过去只是看到老人摔倒后不敢上前去扶，现在可好，看见老人要赶紧跑出10米之外，生怕他突然来个扭头撞倒在自己身上。前面有个大妈，一定要记得保持安全距离，要不然他回头撞到你，器官就不见了。法院这种判决就是把一种不可预测的意外和责任强行分配给毫无过错的一方，最终的结果就会是，你虽然没有做错什么，但是你得负责。人们害怕的不是赔钱，而是这种即使你没有主观过错，也可能被连坐的逻辑。由此可以预见，在早高峰地铁里人挤人拥挤时，去景区旅游摩肩接踵时，你最好按网友说的，出门带一把激光测距仪，买一份走入第三人责任险，否则你很有可能被这突如其来的享受到莫名其妙的责任。至于是5万还是7万，那就看法官们怎么裁决了。2006年南京彭宇案之后，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极其特殊的道德冰封期，大家开始犹豫，看到老人摔倒要不要扶，遇到有人需要帮助还要不要出手。我们怕的不是别人，而是法律那模糊的可以反向伤人的裁决。那之后社会上甚至形成了所谓的讹人的模板，你撞我了，我腿断了，你不赔，法院见。很多本该是意外的事件，在一方强势的起诉和法院和稀泥式的判决中，变成了社会风气的慢性毒药。司法本应是公平正义的化身，如今却让人如履薄冰。今天青岛案激起了愤怒，不只是因为它看起来不公平，而是因为它勾起了彭宇案的集体沧桑记忆。人们害怕的是不是以后就得和陌生人保持1.5米的社交安全距离？是不是街上走路要像无人驾驶汽车一样，提前预测所有人的运动轨迹？我们还是不是一个能彼此信任的社会？审理此案的法官韩法官，本名韩继生，一副面容祥和、温文尔雅的模样，名字也取得好，继生继生，继续升迁。一看履历也是堪称辉煌。据网络消息，韩法官在任期间严格落实立案登记制度，打造一站式诉讼服务，将19家调解组织引入诉前调解中心。所在李沧区法院诉讼服务质量考核全市第一。2022年诉前调解结案8136件，成功率36.98%，个人办结个内案件412件，一年412件，无改发、信访、矛盾激化案件，多次荣获全市法院优秀法官、李沧区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记个人3等功4次。这样优秀的法官为何会做出如此有争议的判决？这里面最主要的一种考量就是司法衡平，平衡双方的利益。再通俗一点，就是和稀泥，不讲是非，不谈对错，只谈衡平和结案率。所以虽然不是你撞的，但你也得赔。这种情况传导下去，就是一种可怕的价值观。下一次谁还愿意走到别人的身边，
谁还愿意在人行道上走得比别人快？谁还敢在公交车上搀扶老人？谁还敢送急症病人去医院？我们制造的不是更安全的社会，而是更冷漠的人间。制度的冷漠最终会训练出冷漠的国民。判决不是只影响当事人，而是树立行为的参照。就像彭宇案之后，人人开始怕做好事；青岛案之后，人人开始怕走正常路。这种不作为惩罚的司法逻辑，本质上是道德风气的系统性的，它逼迫每一个人收起善良、善意，收起信任，收起正常行为的自由。我们被迫防备同胞，怀疑社会，质疑制度。最后，法律不是保护我们的，而是我们保护自己，免受法律误伤。当然，我们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咎于法院。老太太躺在病床上，从头到尾始终没有为王先生说过一句话。别忘了，如果当时王先生没有不忍心，直接走开，又将如何？你老太太撞了人，被撞的人不与你计较，直接走开了，怎么办？但王先生最终是出于善良的本能，不但搀扶起了刘大妈，还将刘大妈送往了医院。一片好心，却终究是没有逃过这一劫啊！刘大妈的家属呢，一看需要这么大笔的治疗费，那还不抓着王先生不放？这些人性的表现远远超过了案件的本身，但是法院作为最后的秤砣，却只会一味的平均分担，道义模糊。如果一方明显的责任更大时，却硬是要另一方赔保，这其实就是制造了更大的不公。在一个缺乏社会保障、医疗成本高昂、人情冷漠的环境里，法律本应是最后的公平的守门人，现在却成了活事佬，玩起了平衡术。我们不是不能接受意外，也不是不能赔偿他人，但前提是责任清晰，判断公正，法律不害好人。彭宇案之后，中国人学会了不服；青岛案之后，或许我们得学会躲远。可我们想要这样的社会吗？是我们希望下一代面对的世界吗？如果一句你靠得太近，就让你赔7万，那么换一句，我看了他一眼，会不会要赔偿情绪损失费呢？这是我们该警醒的时刻。司法是社会的最后防线，若连他都不敢明确责任，不敢为公理说话，那我们剩下的只会是互不信任、冷漠自保，以及一发坚硬的心。社会的信任靠的是明辨是非、知恩图报，而不是谁弱谁有理、谁躺谁得钱。别再让彭宇案成为永恒的伤口，也别再让青岛案成为下一次的模板。让好人有好报，让普通人不寒心，这是我们对这个社会最基本的期待。好了，就到这里了，我是趣味不正经，我们下期再见。